乌俄最新战报，俄9个军用机场被炸，14架战机受损，乌俄前线爆发无人战，乌军无人机大战俄军无人战车，北约成立乌克兰联合特派团，这是要派兵。丹麦军舰出现大问题，鱼叉导弹启动后无法解约，紧急封闭海峡。美高超音速导弹进展缓慢，胡塞却成功测试高超音速导弹。视频开始前，火力军先带大家看一下乌军远程打击俄空军基地的战果。结合俄国防部和新声音媒体的报道，4月4日至5日夜间，有上百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9个俄罗斯军用机场，至少有6架飞机被摧毁，8架受损，20多名军人死亡。受到袭击的机场名单如下，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昨天提到的3个空军基地。据悉，俄军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至少有3架图 2MS 战略轰炸机因无人机袭击而严重受损，7名包括飞行员在内的俄军士兵在那里丧生。叶伊斯克空军基地则至少有2架苏25被完全烧毁，4名俄军士兵丧生。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的受损情况尚未有报告。不过，结合电报频道信息显示，乌军无人机击中了机场发电设施和变电站。目前，罗斯托夫州首府所在地区大部分区域停电。该州新闻处还披露，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市的军用机场发生爆炸，居民已被警告远离机场。关于此次袭击，目前俄乌双方披露都不全面，实际损失肯定比现在报道的要大得多。而且乌军航程超3300公里的索库尔300无人机已转入大规模生产阶段，再结合此前欧盟和乌本土计划的交付200万架无人机，火力军很难想象届时数百上千上万架航程超3300公里的索库尔300无人机一同扑向莫斯科时会是一种什么场景。俄军的防空系统不知将今遭到怎样的折磨。俄军逼近恰索夫亚尔。根据媒体报道，俄乌正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恰索夫亚尔进行激战，俄军宣布即将对其展开总攻，目前已经集结重兵，距离恰索夫亚尔仅剩数百米。恰索夫亚尔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好位于巴赫穆特与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城市的中间高地，一旦被俄军占领，俄军就可以居高临下俯视斯拉维扬斯克河谷，这可能会迫使乌军防线大步后撤。去年乌军在丢失巴赫穆特之后，便在北约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恰索夫亚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御设施，希望能利用高地优势打造成一个防御堡垒，但如今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目标，接下来的几个月，此地有可能爆发激烈战斗。美军猛毒计划。近日，美国空军正式启动一项代号猛毒的计划，将改装 F-16 战机，为其加上人工智能系统，成为具有自主飞行并协同作战的战机。目前已经有3架 F-16 战机抵达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进行改装，未来可能会打造上千架同类型战机。整个计划预计将改造6架 F-16 战机，安装由人工智能主导的自主软件，并以此探索、测试自主飞行计划，然后进行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协同作战测试。经过改装后的6架战机将由美国空军第96联队40飞测中队与第53联队85测评中队接手，展开相关系统的测试评估工作。4月4日恰逢北约成立75周年，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当天对外宣布，北约已经决定成立乌克兰联合特派团，以寻求进一步扩大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范围，即向乌军提供军事训练、后勤等支持。不过，希克尔斯基指出，成立特派团并不意味着北约会直接介入俄乌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是利用北约的协调、训练和规划能力来更好地帮助乌克兰。据悉，乌克兰军队将更积极地接受北约训练，其中多数训练课程将在波兰进行。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提出了为乌克兰提供一项价值1000亿欧元的5年期支持基金。该提案要求北约的32个成员国按照北约国防预算的缴费比例向该基金捐款。同时，斯特尔滕贝格还呼吁北约成员国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回应称，北约成立与乌克兰联合特派团可能是为了使该集团的下一步行动合法化。
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后续行动，俄方指出，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直接对抗的程度。如今2月12日，芬兰新任总统斯图布强调，在俄罗斯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之前，芬兰不会与俄罗斯建立政治关系。而据芬兰内部政官网消息，4月4日，芬兰政府决定继续关闭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关闭期限直至另行通知。要知道，为遏制非法移民，芬兰从去年12月就开始关闭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所有边境口岸。芬兰当局认为，这些移民以及地区局势升级会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芬兰当局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情况。另据芬兰广播公司称，芬兰内阁还计划要求议会尽快批准一项更为严格的边境法案，它将允许政府在某些情况下立即将非法移民遣返回俄罗斯。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芬兰关闭边境口岸的决定将在欧洲形成新的分界线。由此可见，俄与乌克兰北约的对抗已经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乌俄爆发无人战，乌军无人机大战俄军无人战车。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乌俄爆发了无人战，俄军2辆无人战车遭遇了乌军多架无人机袭击。乌军第47机械化旅还发布了相关视频。按照第47机械化旅的说法，俄军在这些无人战车上配备了 AGS-17 自动榴弹发射器，只是在乌俄战场上，这种无人战车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视频显示，俄军第1辆无人战车被击中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视频清晰度的问题，不太清楚哪个地方损坏。但第2辆无人战车在袭击后，弹药发生了殉爆。烟雾散去之后，战车当场消失，可能已经被炸碎。按照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乌俄双方都在无人装备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可以让士兵在打击范围之外对敌方发起进攻。最主要的就是空中，乌军的无人机已经可以飞越上千公里，袭击莫斯科了。当然，水上无人装备也是双方研究的重点。在黑海方向，黑海舰队已经被乌军自杀式无人机炸成了残废。至于地面装备，更多的是后勤方面的作用，也就是护送伤员和物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专家塞米尔·本德特表示，因为结构简单、可快速组装的优势，之后负责后勤的无人地面装备会频繁出现在乌俄战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也都在开发可以独立行动的无人地面装备。2023年9月中旬，乌克兰就在前线战斗任务中测试其铁甲战斗机器人，用途包括协助其己方装甲纵队进攻敌方阵地、执行侦察任务和提供火力支援。不过，火力军要说的是，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上，大型无人地面装备不太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具体情况可以参考这次无人武器的大战，更廉价、威力更强、数量更多的无人机，完全可以发现并打击那些大型无人战车。红海方向，丹麦舰载导弹出现了大问题。法国第2艘潜艇服役。法国海军参谋长沃鲁尔宣布，杜盖特鲁安号核潜艇开始服役。这是法国海军苏弗伦级核潜艇的2号艇，由法国船舶建造局设计，起初命名为梭鱼级核潜艇，用来取代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在设计中，苏弗伦级核潜艇采用了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部分技术，但螺旋桨推进器是经过诚心设计的。苏弗伦级可以携带巡航导弹，主要为法国海军执行反潜、对地攻击以及情报收集等工作。与之前的法国潜艇不同的是，苏弗伦级并没有配备潜望镜，而是采用了光电桅杆，这将允许更长的探测距离和外部可见光谱探测目标。根据计划，未来将装备6艘苏弗伦级核潜艇。丹麦舰载导弹突发异常，4月4日，丹麦军方对外宣称一项紧急举措，基于丹麦舰艇导弹系统出现异常情况，决定临时关闭大贝尔海峡。根据丹麦国防部的消息，海军停靠在科瑟港的尼尔斯尤尔号轻型护卫舰，由于在鱼叉反舰导弹系统测试时，意外启动原本处于待命状态的发射助推器，并且还无法解除发射状态。由于发射助推器是导弹发射的前提条件之一，所以鱼叉导弹存在被发射的可能性。不过丹麦军方表示，仅仅启动发射助推器并不会让导弹长距离推行，因此不存在导弹被炸毁或者发射到助推器射程范围之外的危险。但在助推器失效之前，鱼叉导弹还是有发射到几公里之外的可能性。尼尔斯尤尔号
是丹麦海军艾弗惠特菲尔特级护卫舰，于2011年加入丹麦海军，共3艘护卫舰，单价3.25亿美元。由于事故发生地点距离丹麦海军的科瑟海军基地仅有几公里的距离，所以在意外发生之后，丹麦采取了紧急行动，既害怕导弹发生爆发，又害怕导弹发射出去，最终只能选择封锁整个大贝尔海峡，将危险降到最低。所幸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另一艘艾弗惠特菲尔级护卫舰在红海海域执行任务的时候又发生了严重问题，这次是丹麦海军伊万惠特菲尔德号护卫舰，原因是军舰舰载的荷兰 APAR 相控阵雷达与丹麦自己开发的作战系统不匹配，导致海麻雀防空导弹无法发射，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舰载2门奥托76毫米舰炮的近炸引信也出现了误启动的问题，导致炮弹引信无法正常工作。根据丹麦方面的说法，几乎一半的炮弹还没有接近目标就被引爆了。要知道伊万惠特菲尔德号的最主要武装就是海麻雀防空导弹与76毫米舰炮，这俩接连出现问题，无疑是将该舰置于危险之中。所幸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不是同时发动攻击，而是选择逐个起飞。伊万惠特菲尔德号护卫舰依旧在1个小时内击落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但尽管防空导弹不靠谱，一半舰炮弹药有失灵，伊万惠特菲尔德号最终还是因为弹药不足提前撤离。主要还是丹麦这艘军舰并非自主研发，雷达来自荷兰，导弹来自美国，就连舰体都是德国生产的，只有作战系统是丹麦自行开发的。但问题在于，荷兰雷达完成目标发现、跟踪以及锁定之后，都无法将相关数据传输给海麻雀防空导弹，这成为了一个无法绕过的障碍。而舰炮炮弹的问题主要还是舰上炮弹老化严重，这一艘军舰服役于2011年，但使用的舰炮炮弹却是30年前采购的。虽然在2005年丹麦为这些炮装上了近炸引信，但还是因为性能问题发生了一半弹药用不了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这艘军舰提前退场，最终还导致丹麦部队总司令被解职。丹麦海军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海军舰艇的问题了。短短时间内，2艘艾弗惠特菲尔特级接连发生严重问题，仅仅靠解职总司令和返场维修估计很难解决问题。根据日媒报道，美国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进展缓慢。4月4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在美国2025财年预算要求中，美国空军并没有列出空射快速反应武器，也就是 AGM-183A 的相关经费，因为 ARRW 实用化没有眉目，美军已经将其抛弃。另一边，美国陆军原计划在2023年启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也就是暗鹰，但是由于多次实验失败，最终也推迟了实战部署。相比之下，俄罗斯那边的锆石和匕首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实战，不得不承认，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已经落后。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先推进滑翔型 ARRW， 之后与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 HACM 共同运用。如果按照预想的时间，美国在2023年就启用 ARRW， 只是项目在发射试验的最后阶段多次遇挫。2023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承认可能失败。2024年3月，美军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 ARRW 的最终阶段试验。B-52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发射 ARRW， 这是美军首次在太平洋上空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只是美国不在2025财年预算预案中列出相关经费，也就意味着这次实验仅仅获得了宝贵数据，将用于其他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另一边，美国陆军射程超过2775公里的 LRHW 也是在最终实验阶段原地踏步。经过几次失败之后，美军到2024年夏季会再次进行试射。此外， LRHW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成本。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 LRHW 的价格为4100万美元，仅仅比3+2 D5低1000万美元。ARHW 的投入时间不明，导致美国海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海军计划部署主要部件与 LRHW 相同的导弹，同时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美国还将与澳大利亚合作，加快研发技术难度较大的 HACM， 但最高也要到2027年才能投入使用。HACM 是基于 X-51A 高超音速吸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武器系统，在飞行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动力高超音速巡航飞行，难度比滑翔式高超音速导弹更高，研发时间自然会更长。
另一边，胡塞却表示成功测试高超音速导弹。胡塞高超音速导弹，在胡塞武装成功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并有意将其纳入武器库后，他们与美英联军之间的导弹攻防战就已升级。据称，胡塞武装的高超音速导弹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最大速度可以达到8倍音速，射程可直接覆盖到以色列境内。在试射成功后，胡塞武装领导人、也门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马利克·胡塞还专门发表谈话，说胡塞武装导弹能力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客观来说，也门没有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可以推测胡塞武装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包括现在正在测试的高超音速导弹，是由外部渠道进行供应，由外援向胡塞武装提供技术帮助。胡塞武装所拥有的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是入门的版本。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利用弹道导弹作为技术基础，对其弹头进行简单升级改造，使其飞行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区分开。改造后，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红海区域进行火力封锁时，威慑力会大幅提升，尤其是针对陆基和海基防空反导火力的拦截，会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在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上，其防空和反导系统主要是针对于传统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设计的，针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成功率会大幅下滑。胡塞武装后续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将给在红海区域内部署的美军战舰构成更大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会利用新式导弹，针对于以色列本土进行威慑，或针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制衡或干扰。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俄战场上会出现无人战车对战的场景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